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是 HSK 考前輔導課程。那我們這個是5級考前輔導。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5級考試，從而呢，在考試當中獲得更高的成績。好，那現在呢，我們要學習的是閱讀的部分。我們現在呢，先看一下閱讀的部分呢，一共是有3個部分，3個部分。那麼第一個部分呢，你會看到4段文字，在4段文字裡邊，你要選擇正確的詞和句子。那第2部分呢，是10篇短文每篇有1個題目，那要選擇一致的答案。然後第3部分是5篇文章，每篇文章呢有3到5個問題，要選擇正確答案。這個是閱讀理解。那麼閱讀的部分呢，全部加起來一共是45道題，那時間呢是45分鐘。意思是什麼？意思是大家要平均1分鐘做完一個題。當然了，有的題目呢比較簡單，大家可能很快就做完了。但是很多同学都反映說，老師，我覺得這個時間是不夠的，我每一道題都需要更多的時間。好，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在閱讀的時候，大家都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好，我們來看一下。那第一個情況是什麼呢？就是詞彙量不夠詞彙量不夠。我們說呢，閱讀對於大家來說呢，首先的一個條件就是你應該知道詞，你應該認識這個詞是什麼意思。那我們的 HSK 5級呢，有2500個詞彙在這2500個詞彙裡邊呢，有1200個詞彙是HSK 4級的詞。那如果你已經通過了 HSK 4级考試，可能你大概會有1200個詞是知道的。那麼還有1300個詞彙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如果你打算考 HSK 5級，你應該要知道2500個詞彙。如果你詞彙量不夠的話，這個是會有非常大的問題，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再去讀，對。所以這個學習詞彙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同學呢，學習詞彙的方法呢，就是用 HSK 5級標準教程，或者是 HSK 5級大綱這樣的書去學習詞彙。那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法，那要求是你的意思和用法一定都要很清楚。我們一會兒呢，一起会看一下怎麼去學習詞彙這個2500個詞彙是必須要學習的因為我們在 HSK 5級考試的時候，比如說我們說的這個，剛才我們說的這個閱讀的第1部分，它會有 A、B、C、D 4個詞，那這4個詞都是 HSK 5級的詞，所以如果你裡邊有一個詞不認識，可能就會影響你做題，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好，這個是詞彙量。所以如果你的詞不夠的話，你很有可能會出現讀不懂的問題就是這個句子有很多詞，那其中有3個詞我是不認識的，所以我看不懂這個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好，那另外一種情況是語法基礎差語法基礎差就是在 HSK 5級的時候呢，大家是需要學習非常多的語法的，包括你在以前學習的 HSK 3級、HSK 4級的語法包括 HSK 5級的新的語法。那麼在閱讀考試的時候，在書寫考試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的東西考的不只是這個詞的意思你明白不明白，而且還有語法的問題，特別是書寫。那如果你的語法不夠好的話，可能你在做題的時候就會出現非常多的問題。好，那另外一種就是缺少閱讀技巧。那麼在HSK 5級裡面，我們剛才說過了是2500個詞彙。那實際上
在真正考試的時候呢，不僅僅是2500個詞彙，我們在衝刺課裡邊也給大家說過，還有15%的詞彙是你沒有學過的，是書裡邊可能沒有的詞彙，它在考試裡邊也會出現。那麼這個時候，它要求的是，在你閱讀的時候，如果有一個詞你不認識，但是你還是可以讀懂，還是可以做題，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要求。那麼另外呢，就是我們剛才說過的45分鐘45個題，所以你其實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你讀的速度要非常快，你要能夠在很快的时间裡面抓到你要的信息，然後去做题，這個是最重要的。那很多同學呢，在讀文章的時候就一個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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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讀，那結果就是做題的速度非常慢，很多題目都做不完。好，那還有一個就是閱讀數量少。那麼閱讀數量少，就是平時大家在學習漢語的過程當中呢，沒有養成一個閱讀的習慣，就是你沒有花很多的時間去讀漢語為什麼呢？因為可能是日本學生或者是韓國學生漢語圈的學生呢，他會比較容易一些。但是如果你的母語裡邊是沒有漢字的那麼你在學習漢語的時候就會遇到非常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你不習慣去這樣看漢字，看在一起的非常多的漢字。那中國人因為已經養成了閱讀的習慣，我在看這個的時候，我的眼睛是從這兒到這兒可以一次看完，就很快1秒2秒我就可以看完它，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但是很多的歐洲、美國的学生或者非洲的或者是美洲的学生呢，在看这個的時候沒有辦法像中國人一樣或者像日本人一樣，就是一個眼一看就馬上這個句子就看完了，意思就明白了，這個沒有辦法做到。那為什麼呢？當然了，是因為你的母語裡邊沒有漢字，但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你沒有習慣去讀這個漢字。所以你在學習漢字的時候，在學習詞彙的時候，你不要只是去看一個詞彙，你一定要去多多的去看一些文章。你要讓你的眼睛和你的腦子能夠習慣，我看到字的時候，我馬上明白什麼意思，我馬上明白這個字和這個字應該是一個詞，這個字和這個字應該是一個詞這個是需要大家去練習的。那這個練習其實並沒有說特別好的或者特別快的方法，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多去讀，你習慣了，你的眼睛和你的腦子都習慣了去讀這樣的文章，那最後你的閱讀就會速度變得快起來。這個是沒有什麼快的方法的，就只能是你平時多去讀一些這樣的文章。那麼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缺少各種知識。那麼在 HSK 5級開始呢，在考試的內容裡邊開始出現一些，比如說中國古代有名的人、有名的作家、有名的詩人、有名的畫家，或者是在中國或者世界上有名的地方或者是關於人的身體或者關於自然的一些科學知識，一些 science knowledge。那這樣的知識，如果你能夠了解的話，你能夠學習一下的話，其實對你的 HSK 5級的閱讀或者是 HSK 5級的考試還是很有幫助的比如說我們經常在考試的時候会看到成語故事，4個字4個字4個字的這樣的故事那麼如果你在考試以前多去學習一些這樣的故事，比如說我們有你可以在那個書店裡面呢買到非常多的成語故事。那麼如果你能夠去讀一讀這樣的成語故事，你能夠了解一下在這個故事裡邊誰做了什麼，他告訴我們一個什麼樣的道理等等，如果你這個都能明白的話呢，那在你
HSK 5級考試的時候，如果你遇到了一樣的内容，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熟悉，对你来说就非常简单啊。那麼我們在 HSK 5級以前的考試裡邊已經看到過了非常多的成語故事，所以在這裡呢，也希望大家在考試以前，你在準備的時候啊，如果你有時間，你可以多去看一看這樣的知識，或者是這樣的歷史、這樣的文化啊、這樣的科學知識等等。那這個一定對你的考試是有幫助的啊。那麼另外，所以如果你詞彙量不夠，或者語法差，或者缺少閱讀的技巧，或者閱讀的數量少，或者缺少各種知識啊，如果有這樣的問題的話呢，那麼就會導致讀不懂啊，你看不懂，看了以後說老師我不明白，或者是讀得非常慢啊，读得非常慢，或者是不會做題，文章我已經讀懂了，我都會了，但是我沒有辦法選擇出來正確的答案，這個也是一個問題。這個就主要還是因為缺少閱讀的技巧啊，就是你雖然可以讀，可以大概的意思能明白，但是你不知道怎麼去更快的去做題。那麼我們在這裡呢，第一就是大家要在去學習的時候，一定要認真的學習2500個詞彙，學它的意思和用法。那另外就是平時要多閱讀一些中文的材料，積累中文知識，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跟專業的老師來學習閱讀的技巧和做題的技巧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閱讀的時候呢，你可能不需要每一個字都明白，你只要明白最重要的內容就可以了。那其實包括中國人在學習英語的時候，比如說我在學習英語的時候，我也有一樣的問題，就是可能給我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裡面可能有10%甚至20%的詞我是不知道什麼意思的，但是我可以很快的讀完這篇文章，然後我能夠找到我要的信息，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為什麼 HSK 5級和6級的考試要求大家速度，要求大家就是有不認識的詞，你一定要你也能夠讀懂。那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在任何一個語言裡邊不管你是學習英語，還是學習漢語，還是學習別的語言，你不可能學習所有的詞，你不可能知道所有的詞。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學習語言更多的是我們能夠通過這個語言去得到我們要的東西。比如說，我可以跟別人去聊天，我可以去工作所以我們要保證，可能有一個詞我不認識，我不知道什麼意思，但是我們可以聊天，我們可以溝通，我可以看懂這個文章大概的意思，那這個是最重要的。所以在5級和6級閱讀的部分這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要很快，要能夠很快的找到你要的信息。第二就是有的詞我不認識，但是沒關係，大概的意思我能明白，我甚至可以猜出來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所以5級和6級這2個方面是最重要的。那老師呢就要告訴你，我們在這個做題的時候有什麼樣的辦法可以讓我們做到：第一，快一點；第二呢，就是有的詞我不認識，但是我能夠猜出来；或者說有的詞我不認識，但是這個題我能夠做出來這個是我們在上課的時候我會跟大家一起去說的一個問題，我們會一起來學習這樣的內容。那麼首先呢，我們要來看的是你在學習 HSK 5級的時候应該怎麼去學習詞彙。我們說過呢，2500個詞，那有1200個詞是4級的詞。在這1200個4級詞裡邊呢，可能你通過 HSK 考試以後呢，通過4級考試以後，有很多同學說，老師4級我已經考完了，而且我通過了，我考了200分，我考了240分，甚至有的同學说我考了280分那不管你考了多少分，那你的4級學完了以後，你大概已經知道了1200個詞彙了但是呢，這1200個詞彙裡面可能會有200個詞彙是你不太熟悉的，就是我雖然考試我考過了，
但是呢，還有200個詞彙是，我大概知道什麼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去用它，或者是說我已經忘了它的意思是什麼了啊。那這樣的詞也是有的。所以我們把1300個詞彙加上這200個4級裡邊不太熟悉的詞彙放在一起的話呢，它們一共大概有1500個詞彙。那麼這1500個詞彙我怎麼去學習，我怎麼去記住它們是非常難的。那麼第一，我們可以學習一本書啊，一本書，比如說可能你現在的大學裡邊，或者是說你現在跟老師一起在學習的一本漢語書，那麼這裡邊的詞你一定要都記住。那另外就是 HSK 5級大綱裡邊啊，那些2500個詞，你最好是每一個都要看一下啊。那個大綱就是 HSK 5級考試的內容啊，它會告訴你要哪些詞你一定要知道。那裡邊的詞是要每一個都要知道，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麼除了這個之外呢，我們現在要來看的是，當我看到一本書，或者是看到一個詞的時候，我要怎麼去學習？那第一個就是我看到了這個詞，比如說愛護愛護這個詞呢，當我看到的時候，我要先去想一想什麼？這裡有一個字是愛，這裡有一個字是護，那愛是什麼意思？護是什麼意思？HSK 5級裡邊呢，有非常多的詞彙是你可以分開，你可以看一看每一個字的意思是什麼。但是呢，有的字是不可以的，有的詞不能分開，但是有的詞是可以分開的。那如果可以，你要想一想第一個字的意思是什麼，第二個字的意思是什麼，所以它們在一起的意思是什麼，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說愛護就是愛和保護，所以因為我很愛它，我很喜歡它，所以我要保護它這個是它的意思。那麼我們另外一個要考慮就是它是一個什麼樣的詞，它是一個 verb， 它是一個動詞。所以如果是一个动詞的話，你一定要想可以愛護什麼呢？可以愛護什麼？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步我們再去學習一個詞彙的時候，HSK 5級你不可以只說愛護就是愛和保護的意思，然後完了，這個絕對不可以。因為如果你這樣學習的話，對你的考試是沒有幫助的，而且對於你的口語也沒有幫助。就是你記住了很多詞，但是其實你不明白真正怎麼去用它。中國人用這個詞去做什麼、說什麼，你不知道，那其實學了以後跟沒有學是一樣的。我們來看一下，可以說愛護什麼呢？比如說，可以愛護環境。環境是什麼 ？environment 愛護環境。那麼還可以說愛護花草。比如說，大家在公園裡邊經常會看到這個詞“愛護花草”，因為花和草非常漂亮，它可以讓我們心情非常高興，我們非常喜歡它們，所以我們要保護它，我們要愛護花草。那麼還可以愛護人，還可以愛護動物因為小動物非常可愛，所以我們要愛護它們那麼在這個裡邊，我們大家可以看到了。如果我學習一個詞的時候，我第一要知道每一個字的意思是什麼。那第二，我要知道它的動詞，它是一個動詞還是一個名詞，是一個 noun 還是一個 verb 還是一個 adjective。那然後還有就是我要去學習這個詞和哪些詞是一起的那麼在 HSK 5級的時候，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麼我們在學習 HSK 1級或者 HSK 2級的時候，對我們來說漢語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說，我學習了喜歡這個詞 to like， 那麼根據我的母語我知道 like 喜歡這個詞，我可以說我喜歡喝咖啡，我喜歡咖啡，我喜歡紅色，我喜歡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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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難。只要我知道喜歡的意思是 like， 我就可以了。但是在 HSK 5級裡邊如果我去查詞典，我知道了愛護的 translation， 我知道愛護的翻譯是什麼，但是這並不能告訴我愛護這個詞可以怎麼用
啊。如果我隨便用的話，那麼常常都是用錯的啊。所以在這裡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可以說愛護什麼這樣的詞一定要記住，而且這裡邊可能會有很多詞就是 HSK 5級的詞。那除了這個搭配以外，我們現在看到下面有2個句子，那這個就是我們要去記住1到2個句子，2個 example 可以讓我們記住這樣的詞彙啊。比如說第一個，在丈夫的愛護和努力下，她終於站了起來啊。那麼這個句子是 HSK 5級標準教程啊 ，HSK 5級 Standard Book 那個文章裡面第1課裡面有的一個句子。那這個句子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容易的一個句子啊。那麼但是我們在這裡可以學到了，我可以說在誰的愛護下，他做了什麼啊？所以這個詞的用法，我現在就可能會記得非常好。還有一個就是动物都知道愛護自己的孩子，何況是人類呢？啊，动物都知道要愛護自己的孩子，何況是人類呢？人類當然也應該這樣。那麼這個句子對我來說非常有用。第一，我可以明白愛護這個詞的後邊可以說孩子。那第二是何況是人類呢？何況什麼什麼呢？這個5級的語法我也明白了。而且在考試的時候，這個詞其實常常會考，因為它非常難，所以大家要去學習啊。在這個學習詞彙的時候呢，不要只是學習詞，你也可以試一試找2個 example， 找2個例句，它可以幫助你去記住這些詞彙。這是我們學習詞彙的時候的一個方法。那麼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我們看到了愛，我們看到了保護，那麼我們其實在漢語裡面還有很多詞跟這個詞差不多一樣，那麼這樣的詞你也要注意去學習。比如說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保護、珍惜、愛惜、維護等等這樣的詞彙，它們裡邊都和它一樣有差不多一樣的詞或者差不多一樣的意思。那麼在 HSK 5級考試裡邊，有的时候會給你這樣的看上去差不多的詞。那如果你不能夠明白它們的區別，你沒有辦法做出來真正的答案。這樣的問題在 HSK 4級裡邊是非常少的，有但是很少。可是在 HSK 5級裡邊非常多。A 保護， B 珍惜， C 愛惜， D 維護，讓你選擇一個。有很多同學看到的时候馬上就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了。那說明什麼？說明你在學習這個詞的時候沒有考慮到它和別的詞意思差不多。所以呢，在這裡呢，我建議大家，如果你第一次學習一個詞，你可以一直學，一直學，一直學。那如果你第二次，比如說第2遍，你去複習的時候，你一定要注意把看上去差不多的或者意思差不多的詞放在一起去學習啊，一起去複習。那麼你要去想一想啊，它們的區別是什麼？然後呢，你才能夠更好的去記住它。那如果考試的時候看到了，你才能夠選擇正確的答案是什麼？因為你清楚它們是不一樣的，你明白哪一個詞應該跟後邊的詞在一起。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的第一個是保護，保護是什麼意思？就是不讓受傷害啊，就是我保護他，我不讓他受到傷害，這個是我保護他的意思。那我們常常說的保護環境，保護視力，就比如說我的眼睛啊，如果我每天看手機，每天看電腦，那我的視力就會越來越不好，我的眼睛就會越來越看不清楚。所以我要保護我的眼睛，保護我的視力。那還有我們可以說保護大熊貓，因為在世界上大熊貓的數量已經不多了，它們在山上生活的時候，它們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問題，比如說沒有吃的東西，所以我們要保護它們好，那麼這是保護這個詞的意思，而且和是保護這個詞的後邊可以有什麼樣的詞。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愛惜，我們看到了愛惜，那惜的意思是不浪費的意思。那在這裡，愛和不浪費一起，那麼我們可以愛惜什麼呢？愛惜生命，愛惜時間，愛惜身體，愛惜人才，愛惜榮譽。榮譽是什麼 ？Honor， 這個在 HSK 5級考試裡面是出現過的詞啊，愛惜榮譽。那我們看到它們的意思啊是比較近的，但是它們後邊的詞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那麼另外一個珍惜，珍惜呢，惜是不浪費，那珍是什麼意思呢？珍的意思是珍貴的意思，是 treasure 的意思，非常難得的，非常少見的，不容易得到的東西，我们要珍。那麼，所以愛少而且寶貴的東西，非常少而且非常寶貴的東西，那麼可以是什麼呢？當然，時間也可以，幸福也可以，還有就是健康，還有就是友誼，還有就是感情啊，還有就是感情。那麼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他說呢，在全世界一共有70億個人，所以一個人和另外一個人見面的機會是多少億分之一，就是他們見面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所以既然這2個人見面了那麼說明他們的這個機會是非常難得的。那麼如果這2個人不但見面了，而且成為了朋友，那麼我們就要珍惜友誼，因為全世界有70億個人，為什麼你成為了我的朋友呢？這個是非常難得的，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們要珍惜我們的友誼這個是這個珍惜的意思。好，那下面還有維護，我們可以說維護安全，維護秩序，維護道德，維護自由，維護統一，維護穩定，維護利益，維護榮譽和維護和平。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的詞是什麼詞？什麼詞？你感覺是什麼詞？如果有的詞你不認識，我建議大家下課以後去學習一下，這些詞都是5級的詞或者是4級的詞，一定要知道的詞。那麼大家可以看到這些詞，第一，非常 abstract， 非常抽象；第二呢，它是非常大的詞，它不是那種一個杯子呀、一個大熊貓這樣的非常具體的小的東西，它是非常大的。自由、和平是非常大的、非常高級的感覺。所以如果我們要去維護它，我們要去維護的話，我們維護的是非常抽象、非常高大的東西，我們可以用維護。那麼後邊這些詞都是可以的。所以那我們看一下，我學習了愛護這一個詞，可能我就已經一起學習了保護、珍惜、愛惜、維護等等這樣的詞彙，我都學習了。那在這些詞裡邊，這3個詞都是5級的詞。所以呢，大家要注意的是，在我學習一個詞的時候我不僅僅要學習這個詞它是什麼意思，它的詞性是一個動詞，是一個 verb 還是一個 noun， 還有就是這個詞的後邊可以有什麼樣的詞，那還有就是有哪些詞跟它看上去差不多，意思差不多，但是他們在用的时候有什麼樣的區別，這個也是我們需要去學習的內容。那這個學習的方法，這個學習詞的方法不僅僅是對你閱讀是有幫助的，還有一點就是對於你的書寫也是有幫助的。因為在書寫的時候，你可能會看到一個詞叫愛惜，但是你不知道愛惜要怎麼去說，怎麼去寫句子，那就有問題了，對不對？所以很多同學看到愛惜的時候，爱惜，我覺得我大概明白什麼意思，但是我不能夠寫出一個很對的句子來，這個是很多同學都有的一個問題。所以在這裡我們的建議就是大家在學習詞彙的時候一定要這樣去學習。當然了，你如果要這樣學習的時候呢，你肯定會用很多的時間，但是HSK 5級考試
並不是特別的容易，所以其實是需要大家用比較長的時間去準備的。而且還有一點就是，有的同學呢，他說我的目標就是通過 HSK 考試，所以我現在非常認真努力的去學習，我每一個詞的意思我都記住了，然後我去考試，我大概通過了，然後就 OK 了，我不管了。但是實際上很多同學 HSK 5級180分過了，但是過了以後呢，你的口語水平是什麼樣的？你在你的生活中用不用這樣的詞彙？很多人都不用。所以我跟很多同學聊天的時候，他們用的詞彙還是 HSK 3級和 HSK 4級的詞彙。那麼我跟他說，你的口語沒有你的 HSK 好，你現在說話的時候，別的人都覺得你的口語沒有那麼好，這個是一個問題，就是你雖然記住這個意思了，但是你並不去用它，這個詞還不是你的。所以呢，你要注意的是，在你學習這些詞彙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而且你要知道這個詞怎麼去用，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在學習詞彙的時候，差不多所有的詞彙你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學習，我相信在學習完了以後，你會發現你的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這個是老師的一個小小的建議，希望同學們呢都有時間能夠去做這樣的學習計劃，能夠把 HSK 5級的詞彙都能夠學好。那麼有的同學說，老師，我覺得我現在差不多知道2300、2400個詞彙了，還有100個詞彙我不知道。那麼我也建議你新的詞彙，比如說有很多同學在做題的時候遇到了很多詞不認識，我建議你，如果你有一個詞不認識，你就用這樣的辦法去學習，可能不太多，可能100個。那這100個詞彙你在學習的時候，其實你複習了可能500個詞彙，那這個對你也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呢，建議大家能夠認真的去學習詞彙，只有這樣，你在閱讀的時候你的詞已經夠了，而且你知道它的用法了，那你在閱讀的時候才會讀得比較快，而且能夠非常明白這篇文章的大概的意思。好的，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來介紹一下閱讀，我們介紹閱讀的問題和怎麼去學習詞彙。那一會兒呢，我們先休息一下，然後我們來學習一下在閱讀的第一個部分我們閱讀部分我們會看到一個短文，然後有幾個問題，我們在做這樣的題的時候，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辦法？那什麼樣的辦法能夠幫助你非常快的而且準確的選出答案來？好的，那我們現在休息一下，一會兒見吧。